手。然后你想让你的瓜掺进来，那你就反手。不用跟你讲其他的原因，你跟你比划就明白了。2组了是吧？再做第3组。对。累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谢谢小心心。还有一组上楼给你看看自然光。他现在是地下。我以前做这个动作都是单手交替的，现在偷懒了，双手一起了。这双手一起也挺好，你能看到左右手区别。你单手的话，你需要很高的注意力；双手的话，你就能感受到你左右手有没有不一样。这回主要8个。你帮我放过去吧。4组完事儿了。你没有补了。我们上楼，好吧？结束今天训练。我几点到的我都忘了。得漏点器械，要不然一会儿提示我。我这个月都是用流量播的，没用 WiFi。12点40左右，哎，那我还是练得慢啊，40分钟。直播了就练得慢了，正常的话自己就很快，半个多小时，慢了有个5分钟左右。Hello。啊，不行，我用那个角度不行，那角度没有器械。光啊，我已经练完了，刚刚练完。这样好一点。刚才那角度没有器械废了。大哥，你好好说话，说点正常的话。忘刮胡子了，才发现。感谢关注。朋友跟我说，有人送东西，关注都要谢一下，别忘了。啊，这头发。我哪天把它剃个寸头得了，那寸头有点凶。
OK。哎，大哥你别闹，哎，你别捧我，你捧我就完了，我就尴尬了。还是站远一点。我现在感觉我是要提这就这样。我腹肌是歪的，一点都不好，好吧？腹肌是歪的。我觉得我就胸和肩好一点，腹肌到下边就歪了。腹肌要好好练，要不然真的会一个大一个小，然后就不好看了。还是胸肩好一点。我看看啊，我今天播到1点40吧，我不能再拖了。哎，你们真的是啊，每个人眼光真的不一样。我原来健身就是因为自卑，所以才练的。感觉自己个子矮，然后家里也条件也不好，学习也不好，长得也丑，就什么都不行，才开始练的。没办法，你不自卑练不好，我觉得。你要不然就特别自卑，你要不然就特别自恋，你只有这2种才能够练好。你要特别自恋的话，就能要求自己。个子不是什么优势啊。如果我要是1.85米的话，我练了20年也会练出来的，只不过个子高需要练的时间长。我练了20年了，你跟我说你再高的个子也能练出来了，对吧？哎，高个子自卑什么？我都巴不得高一点。我要1.8米，我练20年能不能练出来？100%能练出来。我8年前基本就这个身材了，练了以后就不自卑了，练了以后觉得自己很牛逼啊，地景豪庭的店。我现在 BV 41。如果你想让你的身体立体一点，就不要让自己手臂太粗啊。你手臂太粗以后，你的肩就看不出来了。你手臂太粗就把你肩包住了，就不好看了，好吧？这是我个人的审美啊，每个人不一样，看自己。反正我是这么觉得。你手臂太大了，肩就不好看了。唉，吃的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啊，没法说。不一样的，我可以吃4倍蛋白、5倍蛋白，但是你们吃不了，你们吃完以后可能拉屎都拉不出来。其实，哎呀，灯光的问题，看到血管了吗？灯光的问题，好吧。我换个灯光。啊，不行了。这能看见了吗？灯光的问题。就我血管挺粗的，看见血管了吗？不用掐的，我要是掐一下就。减脂的思路，我减脂只靠吃，不做有氧。有氧的话，除非你要减到很低，如果你要减到10以下，那你需要做有氧。如果你不减那么低的话，就靠吃就可以了，别做有氧。有氧会更消耗累的，没有意义。光靠吃就够了，好好训练，光靠吃就够了。
你要是想减到10%以下，你再去做有氧，你不要一开始就做。一开始就做的话，你后边以后怎么加也没办法加了。除非你特别胖啊，你特别胖的话，一周做个3次也是最多的了。但我也不太建议啊，你胖了也不建议。就包括我会员，我也不太建议的，除非他很着急。或者是他今天训练有点水，可以稍微做一点，但不建议做太多有氧。如果你认真减脂，一开始就不要做有氧。尤其是新手啊，你新手刚开始训练，可以一边增肌一边减脂的，哪怕你吃的少也会增肌的。能明白了吗？这是我自己啊，可能跟别人不一样，但是我从来不做有氧。你做有氧消耗200卡，你稍微吃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多控制点嘴巴。1:31，1:40啊！我今天1:40准时下，然后我明天练肩会早一点。训练注意事项，就2个要求，第一是动作标准，要注意安全。啊，一样，没有，这是2个动作标准，另一个就是不要盲目上重量，注意安全，安全最重要，好吧？不要让自己受伤。我练了20年没受过伤。你不受伤，你就会一直练，你就会一直进步。如果你受了伤，你就要停训，你就要原地踏步，甚至倒退，然后你就又浪费时间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你伤了1个月不能练，你还要再恢复这1个月的状态，你一正一反，提高不了就不提高呗。力量是自然而然上的，你为什么要追求重量呢？如果你练力量举的话，那你就找一个力量举的老师帮你突破。如果你增肌的话，无所谓重量。力量是自然而然上的，不会无限长。自然健身。这个灯光阴天啊，今天。BWA 41，BWA 41。夸张吗？我1.7米，72公斤。这个身高体重，手臂41，胸围110。所以你们要会练，你们训练的东西要会练，你们课多啊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会出来了。哎，为什么老看背呢？我不会展背，然后还老要看背啊。从正面能看到背啊。对的，纸包肌。减不到，如果减干的话，应该在69，而且是我以前状态。我现在减干的话，可能69，可能都不到，也差不多吧。我减干要69，因为我现在72%，12%左右吧。你想，我再减个6%左右，基本就到头了。6%的体重6744公斤，我可能要减到68啊，68多点。
所以我69顶天了。是啊，我可能要减到68。如果按我天然的体脂12%算的话，我以前减肝在69公斤，年龄大了掉了1公斤。啊，对，哎呀，今天阴天没办法，看今天阴天没办法。自然1.78米的身高，78公斤体重。你是说减肝吗？你要是减肝的话，我觉得不可能。我说实话，如果他是普通人，除非他天赋异禀。我测过我那个叫什么指数我忘了，我是23点多，就是人的极限是25，我是23点多，能理解了吗？如果他1.78米，减肝78公斤，我只能觉得呵呵。如果他真的能减肝78公斤，他跟罗尼是一个水平的了。整个奥赛这么几十年下来，我记得好像只有2、3个人可以超过这个，自然可以超过这个25的指数。卧推极限140吧，150好久没试了。长头有问题，你需要做一些康复训练。这可能跟你肩胛有关系，知道吗？跟你的肩胛有关系。长头肌腱卧推的时候难受，你要先想的是你的肩胛，肯定是肩胛不稳定的问题。极限140啊！你们一下同时问了很多问题。你不用想，你不可能1公斤，你不可能一公分长1公斤肌肉，明白吗？1公斤。我是小骨架，我是很小的小骨架，所以我肌肉看起来会更饱满一点。明白了，那你只能养吧。我朋友跟我说让我弄个粉丝群，但是，我怕麻烦。你想，我是小骨架，大拇指能扣上，然后我72公斤是这样。如果一个大骨架的人给他动的肌肉，他其实不会显得很大的。我37，练了20年了。38了，我再播2分钟。弟弟来今天很晚。我只能这样给你看一下。脂肪肌也很大了。我觉得是的啊，这主要是视觉问题。但是你2个人站一块儿，你就会感觉高个的人会比矮个的大很多，都是视觉问题，没办法的。你看我现在的肌肉量，如果站在一个1.85米的普通人身边，我都会觉得1.85米的要比我大，能理解吗？就像你看姚明，你感觉姚明很瘦，但是奥尼尔站他旁边也像一个小鸡仔。你感觉姚明很瘦，但是他巨大。
但是如果能高的话，还是希望自己高一点。哎，没办法。矮个子加小骨架，能明白吗？如果一个1.7米的身高，他是个大骨架，他80公斤看起来都可能没我大。矮个子加小骨架，因为你的骨架越小，你的肌肉越多的话，它会更往外鼓嘛。我也是小骨架，小骨架多好啊！小骨架你才能感觉更翻一点啊，你小骨架才能显得你手臂粗啊，能理解吗？我手臂才41而已。好好练就行了，想那么多干嘛？你小骨架大骨架你怎么样你都要练，你不能因为自己感觉自己哎呀这差点那差点就不练了。我靠，那长得丑的人就不活了吗？对不对？长得难看的就不出门了吗？你好好练个4、5年吧。你关键是你能堆那么多肉吗？你只是数值上可能多，但你视觉上并不一定怎么强。我刚才跟你说了，我说我72公斤可能比一个80公斤的肌肉量还要大，看起来。别想那些了，没有用，好吧？不要比。你确定你的睾酮很高吗？你去医院测一下，哎，我睾酮很低，我不练了。我长得丑，我不出门了。我智商低，我就不学习了。练的就完事儿了，你只要跟自己比，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就行了啊。你原来是5分，你能让自己变成7分，变成6分都是可以的。我靠，我今天又当了波心理导师。我原来就是啊，我原来，对，你就好好练就完事儿了，想那么多干嘛？我原来还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呢，不也练了吗？别纠结那些什么天赋不天赋的。你有毅力有恒心才是牛逼的。给你完美天赋，你练不出来有什么用？什么都给你了，你不练。哎，我练了20年了。我之前我就想过一个问题，就是，健身现在越来越火了。哎呀，就担心感觉以后身材好的越来越多了，会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大优势了。但是呢，过了这么多年，练得好的人还是很少很少，你还是最牛逼的那个人。对吧？健身已经从15年火到现在火10年了，你看满大街全是肌肉男了吗？没有，你还是最牛逼的那一个，所以不要担心，好吧？我原来就担心过，我觉得自己以后肌肉男可能会很多了，自己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了。啊，就坚持练就好了。一次12个练15个吧，这不是少了。行，拉着也行，多拉了。别不用拉太往下。你要练一辈子的，你要知道你要练一辈子的，就像我一样，我都练了20年了，我还会练30年、40年、50年，而且我越练肌肉会越小。我今年是这个状态，我明年可能会比现在要小一点，我再过几年可能又会比现在再小一点，我还要练的，因为我已经走下坡路了，我就不练了嘛。早就做好心理建设了，好吧？主播37，等我到47的时候，我肯定会比现在小。那我这10年不练了，因为早晚都会小，我就不练了嘛。哎，谈不上热爱，就是纯粹装逼，哪有什么热爱不热爱的，纯粹装逼。就为了让自己好看。如果我不练还能保持的话，我就不练了。你练健身不就2个目的吗？一个健康一点，一个臭美。
还有什么？这就行啊。好，你要拉不动啊，就给它放回去。哎呀，跟你们说的，我嘴唇都干了。好，谢谢。我7、8年前会比现在还要好一点，至少多了1公斤肌肉吧，能多1公斤。一说话就说多，你看1点45了，那没办法，我原来那时候就吃睡练上课，现在要白天上午要干活，干体力活，知道吗？然后中午锻炼，下午上课，然后晚上还有事儿，然后每天睡4、5个小时。送货呀！大哥，别给我搞这些，好吗？我再播4分钟吧。我靠，今天播久了，刚才一聊又说多了。你这是练劲儿的。好嘞，兄弟。再播4分钟，下播回家吃饭。唉，回家烤鸡腿、米饭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我就提前下了。真的我好饿，饿死了。然后明天11点40，一个礼拜练6天，休息1天。哎，不能再展示了，真没劲了。中午练，每天中午12点钟左右。然后我会提前1天说一下，但是明天11点40，然后练个肩。还有问题吗？20年，马上下播，没有问题，我走了。我得把这个承认一个，拜拜。